应该就是这里，大家分开搜。是。打开。是。报告段师爷，没有发现。段师爷，没有发现。报告段师爷，没有发现。报告段师爷，没有发现。走。官银。怎么了，段师爷？那10万两官银要花的话，必然要敲碎了。银子曾经藏在地道里，应该夹杂着土力。我明白了，我马上派人排查镇上所有的商铺、当铺，还有钱庄。你们分头去找。是。凶犯焚尸当晚没有风，树叶烧成灰之后，随热气上升，之后飘落，所以那个放火人身上必定有树叶灰。我已经派人去查找了，找身材不高、孔武有力，并且身上有树叶灰的可疑人。南孟师爷查到了什么？是城西做苦力的王丽。有消息吗？段师爷没有发现。段师爷从肉铺找到的。谁花的银子？城西的王丽。走走。死了，中毒而死。孟天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人死了。他就是王丽。没错。是不是你打草惊蛇，害他被人灭口？你怀疑我？你凭什么怀疑我啊？我说你最近怎么了？不但对我不理不睬，还怀疑我。你怀疑我也就算了，还不让我查案。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，可以直接告诉我，用不着对我使脸色。你真的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告诉我呀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？我为什么要回去？大明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要回去？走。莫名其妙。把尸体盖上。是。你干嘛一直跟着我？夏叔叔邀我去家里面过中秋，谁跟着你了？他也叫你了？是啊。莫名其妙。嘿，你先回家，别跟着我。莫名其妙。说好了都回来过中秋，却一个也没有来。夏叔叔。哟，贤侄啊，你可来了，哈哈，都等了半天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现在就差平儿了。老爷小姐，段师爷让人捎话来说他今夜有公务在身，就不回来过节了。过中秋节都不回来，想什么话？
不回来就不回来，他自然有吃酒的好地方。爹，我们吃。好，也好，他不回来呀，咱们吃，啊，来。天楚啊，这是你回大明后过的第一个中秋节。今天啊，你要好好的陪我喝几杯，啊。凤仪啊，今天你也喝几杯，啊。凤仪啊，天楚是客，给他加点菜，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夏姑娘，过中秋，你多吃点。来，贤侄啊，你也多吃点。来来来，吃，啊，来吃。凤仪，你是干什么？你凭什么给我夹菜？该来的没来，不该来的却来了，我不吃了。你要吃打不成？你打我呀！我今天夏师叔，不要！现在你高兴了吧？你看看，这里还像个家吗？给我滚！滚！给我滚！别生气。左姑娘，段师爷，这么晚还在忙啊？今天是中秋之夜，我带了一点酒菜。2个天涯沦落人一起过吧。请。上等的竹叶青，我特地拿来与你共饮。还有翠仙楼的桂花鸭。坐吧。我敬你。凤仪，夏姑娘，不好意思，让他误会了。你坐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喝酒看月亮。哦，那你继续看吧，我走了。哎，等等。中秋之夜，送你个礼物，看着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送给你了。谢谢。哎，这个犯人古里古怪，不许在你那讲话，听到没有？走走走。
怎么了？跟我一样，没人陪你过中秋啊？我陪你。你知道吗？你比我幸福。你虽然是只狗，但是你生在大明，长在大明，大明就是你的家呀。我呢，我既不是意大利亚人，也不是大明人，我没有家的，我还不如你。你得知足啊，知不知足啊？其实今天我心情很不好，段师爷还跟我说，让我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。我一直以为他已经把我当作朋友了，谁知道，只是我的热脸贴他的冷屁股罢了。还有那个夏姑娘，她每天不是骂我打我，就是嫌弃我。想一想，我也该知足了。要是有一天她不打我，不骂我，也不嫌弃我了，就跑过来跟我说，孟天楚，我和段郎要成亲了，到时候来喝喜酒，那我不是更难受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要知足。你知足吗？问你话呢？你知足吗？鑫哥，喂，别睡了。鑫哥，起来，别睡了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鑫哥。喂，别叫了，我把他给麻倒了，估计明天早上啊，他才能醒过来。天楚啊，你是从一刀兄弟家刚回来吧？你没跟他说我回来了？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是你爹孟良啊，见了你爹怎么不问声好啊？哎，这爹呢，可不能乱叫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和你见过。果然是我的儿子，像我当年，疑心颇重。天楚啊，你这孩子不同寻常啊！你看这屋子里啊，尽摆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在番外这么多年，吃了不少苦吧？你说我这屋子里面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不过我倒是认为，你比较古怪。哎，天楚，我知道你始终不信我是你爹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儿，小心身边人。多谢提醒。你娘她可好啊？非常好。哎呀，想起往事种种啊，真是百感交集啊。只不过还不到时候，这其中的缘由，哎，我暂时还不能跟你讲。为父我从前有一些紧要的东西，在你娘逃难的时候全都带走了。你娘可否交付给你啊？你让我想想啊，我想想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天楚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是你爹呀！还爹呢？我娘跟我说过，我爹的心脏是长在右边的，所以你是假冒的。说，你来这里干嘛？你不说是吧？好啊，衙门里说去。贤侄啊，来喝一杯。家叔叔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
贤侄啊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因为我爹来找我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爹来找我了。好了，夏叔叔，别瞧了。什么人？下一刀你干什么呢？这衙门口的鸣冤鼓是你随便敲的吗？大人，我天楚先知说，他死了的老子孟良回来了。大人，快叫人跟我去接他，接我孟大哥回来。孟天楚他怎么了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喝酒喝多了。喝多了。原来你是借酒撒疯啊！你大胆！要不是本县平日跟你有几分交情，我今天定让衙役把你的屁股给打烂！滚！夏叔叔，我们走吧。孟师爷，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还是您亲自跟徐大人禀报吧。你是刑名师爷，这案子本来就该你断，我只管收尸埋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抬走！是。客官，您的茶，哎，请慢用。先生，你怎么想起喝茶来了？本师爷想喝茶就喝茶了。先生，你越来越像大名人了。你傻呀？啊？真以为我来这儿喝茶呀？我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的。我看了天象杂占，说60年前，此地曾有天象记录，有过流星坠火。这个流星坠火呢，说的就是流星雨。据我推算，今晚会有流星雨出现。哇，太好了，先生！我在意大利亚都没有看见过流星雨，这一次我一定不能错过。对，这回我还要邀请上飞燕姑娘一起吃。平儿，义父。平儿啊，中秋节也不来家里，你就不怕义父生气吗？义父，孩儿知罪了。罢了罢了。平儿，我听说你最近与那个推松酒店的左家音来往甚密，可有此事啊？我跟左姑娘只是朋友，我到她那儿去，只是喝喝酒。朋友？哎呀，我说平儿啊，你真是好糊涂。人家是个女儿家，你要想喝酒的话，哪个酒馆去不得呀？为何偏偏去她那里呢？啊？关于你和她的传言，现在到处都是，连徐知县都与我提及了。再说了，如今高大人失踪一案还没有查明，徐知县那里啊，本来就不好交代，是不是？我说你啊，千万不要再横生枝节，惹恼了他。他对你可是一直很器重啊，平儿。孩儿知道。知道了就好，以后啊，经常回家看看，啊。那我走了。
先生，这是今天晚上看流星雨吃的宵夜，我都准备好了。那我这就准备约夏姑娘看流星雨。可是如果我直接约她的话，她肯定会拒绝我，得想个法子。什么法子啊？你猜？流星雨？又是什么古怪啊？不是古怪，是种天象，到时候会有很多的星星从天上落下来，就像下雨一样，所以啊叫流星雨。星星也会下雨啊？到时候还有好些好吃的呢。好吃的也是天上下来的。好吃的是我亲手做的，所以我才特意邀请你跟我一起去观赏流星雨啊。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啊？半夜3更的去看那什么？这几十年一遇的盛景会很美的。按照我们意大利亚的传说，当流星落下的时候，只要你许愿，你的愿望就一定能够成真。什么愿望都能成真啊？是啊。那到时候这流星雨会下多少颗星星啊？几百颗吧，说不准，也许更多。那就是说有几百个愿望可以实现。太好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小姐，这个是几百个愿望啊！你傻呀？他们的话你也信？反正我不管，见神就拜呗，总不会有错的。小姐，到时候我会替你、老爷、我爹、我娘还有段师爷，替你们所有的人都许下祝愿，祝你们长命百岁、消灾得福。小姐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夜里我再回来。哎，海盗他就没说什么吗？辛格说，孟师爷说了，他本来呢是特别想邀请你一起去的，但是啊，他料想你肯定是不会去的，所以就作罢了。哦，哎，这海盗说我不会去，我就偏去给他看看。夏姑娘，这就是我所跟你说的太溪的星象学，你现在全明白了吧？哎，海盗，你刚刚说我是那个什么星座来着？哦，你是双子座，我呢是水瓶座，那段师爷呢他是天蝎座。好啊，你个海盗，你竟然敢诋毁我的断郎是一只蝎子！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若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岂不是说我自己是个瓶子了？我怎么可能说自己是个瓶子呢？你本来就是个瓶子，而且啊，还是漏水的瓶子。好，你喜欢就好。那我就是个瓶子，而且还会漏水。怎么还不见你说的那个什么流星雨啊？啊，你该不会又是在骗我吧？我不会骗你的，夏姑娘。按照我的估计呢，大概再有1个时辰就会看见了。你又消遣我啊！1个时辰，谁有心思跟你待这么长时间啊？我走了。夏姑娘，别着急嘛，有点耐性。你看啊，今夜多浪漫啊，满天星辰。再有1个时辰，马上就可以看到了。有点耐心，好吗？要不这样子，我给你吃些意大利亚的点心，我们边吃边等，好吧？来，夏姑娘，尝尝。好吃吗？你拿着，你看那个我认得，那是北斗七星。哈，那个呀，
在我们意大利亚叫做大熊星座。为什么叫大熊星座呢？因为看起来像熊一样。熊？我不知道你们意大利亚是怎么看的。这北斗七星分明就是像一把勺子呀，怎么会像熊呢？你看啊。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在你们大明叫做牛郎织女星，对吧？牛郎织女。这个故事啊，还是小时候我娘告诉我的。哦。你看啊，那个是银河，这边的是织女，那边的就是牛郎。牛郎和织女他们两个人相爱了，可此事啊却惹恼了王母。王母娘娘一气之下，就在天上画了长长的一道银河，把二人隔开。从此以后呢，牛郎和织女就只能在每年七夕才能够见一次。希望我跟你不要像牛郎织女一样，一年才能见一次。你又在胡说八道了。那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相信缘分吗？海盗，咱们有缘无分。夏姑娘，那可不一定哦。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，星座里面所说的那些，你是双子座，我是水瓶座，我们两个是最般配的星座。那都是你们番外的邪说。哎，你可不要妄下断论啊！你看啊，这个段师爷他是天蝎座，他跟你啊最不般配，起码没有我跟你那么般配。你再这样说的话，我就走了。好好，我不说了，真不说了，好吧？可是你不觉得我们真的很像吗？我们两个人都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，还有，我们都喜欢过无拘无束的生活。而段师爷呢，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，谁也猜不透他。新哥跟我说过，这个段师爷啊，就像一个谜一样，你每天都要去猜他。可是我们跟他不一样啊，我们简单多了啊！我跟你完全不用猜。我们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简单的很，对吧？还有，金哥有一次问我，他问我说，我跟段师爷哪一个跟你比较相配？我当时没有回答他，可是在我心里面，你知道的，我认为还是我跟你相配。星星雨，你看，星星雨真的来了！你没有骗我。看那个，哎，快起来啊！好。来了。漂亮吧？好漂亮。你看，还有那儿，好美啊！好看吗？你做什么？你不喜欢？
把刚才这一切全部都忘掉。过了今日，永远不许再提。夏姑娘近来可好啊？已是许久没见了。段师爷恕我直言，两个人即便有再多的误会，该解决的也要尽快解决，该道歉的也要尽快道歉，不要让误会隔得太久。还有，即便你衙门再忙，也要顾及到他的感受。不要经常冷落了他，来，段师爷，高大人一案迟迟不见进展，州府大人那边一直在催促。你还需多费些心力，尽早破案。此案盘根错节，关联甚多，着实需要些时日。需要时日？州府大人那儿不给本县时日？你当师爷多年，难道还不知道官场上的规矩？晚生一定尽心竭力。你近来是心神不宁，颇为懈怠，还听闻你与那推送酒坊的左家英过往甚密。段师爷，你可要自重啊！倘若案件再无进展，就莫怪本县不留情面。晚生明白。此群如我心，剪不断，密密缝。无奈我针线功夫与你儿家相去甚远，耗时一夜，仍未能完全复原。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天处竞争。海盗，你别过来！海盗，你放手！别动！我教你跳一种我们意大利亚的舞蹈，很高雅。
能与你共舞，此生足矣。怎么了？萧姑娘，明日午时，我在码头等你，我有礼物送你。你们两个使劲拉啊！稳住了，小心啊！啊，来，啊，就住了啊！往上上，再往上！金哥，叫他们小心点儿啊！你们俩稳住了啊！麻烦让一下。真没见过这么漂亮，真大呀！哎呀，是啊，姑娘，是啊，真漂亮。辛格什么时候会对我这样啊？我就知道你会来。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取名为夏凤仪的微笑。夏姑娘，我喜欢你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喜欢一个人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也喜欢上我的。这段传位，我放下此相爱的容颜。乌云掩明月，我无力去挽回亲爱的肩膀喷洒的泪，盈满了温柔，爱从此不再给，疼痛若习惯。
照明月，我无眠为了谁？人比黄花瘦，思念贪杯。昔日的温柔，你如今给了谁？酒醒淡薄愁，别梦回。谈离别，黎明纠缠黑夜，心是昨日拥抱的完美。伤离别，行走这段船尾，我很想此生爱的